第一个上场的就是广智。广智以前是编剧，今年拿到了冠军，终于可以人自己上了，我很感慨。就这个破节目，又痛失了一个好编剧啊！有请前编剧广智。谢谢，张老师终于下去了，废话太多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广智啊。谢谢。首先啊，欢迎大家来我们的新节目啊。这个节目呢，名字叫主咖。看到这几个人之后呢，相信你们跟我有一样的疑惑，哪有咖呀？扫了一圈，我明白了，就主咖的意思是主要来的是小卡拉咪。导演组说没事儿，你们代表各自的行业，形成2个阵营。昨天呢，官宣的消息发出去之后呢，观众也非常积极，都表示说谁在意你们2个行业呀？今天啊，全场最大的咖疑似热狗。疑似热狗是狗吗？就这几个人，你真的分不清谁是主咖。但是没有关系啊，在我们山东饭局上有个小技巧，你就看那个饭桌上鱼头对准谁，谁就是主位。今天没有鱼头，用狗头代替。狗哥看谁呢，谁就是主位啊。但我觉得呢，狗哥应该也看不上这几个人，因为这几个人跟热狗比都不算菜，他最多算包子，因为狗不理。狗不理。导演组这次把我们分成2个阵营呢，说是你们有什么看不惯对方的，可以互相吐槽。其实我们呢也谈不上看不惯 rap， 我们这边就是纯嘴欠，他们就是纯小心眼儿。那你们可能好奇，那为什么还能坐在一块儿呢？他们只是跟我们过不去，又没有跟钱过不去。他们虽然小心眼儿，但是见钱眼开呀。艾弗杰尼啊，人非常的不错，在娱乐圈可以说是事事有回应。周震南在综艺里说，有些说唱歌手会模仿外国人的生活，艾弗杰尼回应。潘玮柏说，偶像还是要瘦一点，艾弗杰尼回应。这种行为就跟小齐在段子里提艾弗杰尼是一样的，就纯蹭。但小齐明显连蹭都蹭不明白，人家艾弗杰尼蹭的是周震南、潘玮柏，他蹭艾弗杰尼，还真蹭上了。艾弗杰尼，你也是，连小齐都回应。小齐是个啥玩意儿啊？这就相当于一个连环追尾的车祸现场。第一辆是个法拉利，第2辆是个17年的新能源，第3辆小齐骑个共享单车躺在地上，吵着要赔钱，你知道？是这样，小齐责任在谁咱们先不说，就小齐你都不是机动车，你跟着瞎激动啥呀？开始艾弗杰尼回应小齐，我都愣了，你知道？我说这点热度也蹭呀，还回了2次。但我后来看了小齐的段子，我觉得这把不怪艾弗杰尼，因为小齐确实点名道姓了。语言的攻击虽然造不成实质性的伤害，但那话谁听了能舒服？小齐就属于是癞蛤蟆跳脚面，不咬人，但我膈应人。艾弗杰尼属于逮着癞蛤蟆钻出水来。一边钻一边问，咱们哥们儿是不是有力气？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太狠了。哈哈曹一直跟我们说他也是玩说唱的，跟哈圈都熟。每次两边有了 beef， 曹哥就特别的高兴，站出来说可以斡旋一下。我们都信了，直到前2天前彩，没有一个 rapper 认识哈哈曹。这曹哥人特别可爱，最大的梦想是有生之年能在2个阵营中斡旋一下子，站出来化干戈为玉帛，模仿吕布辕门射戟。但是这样，曹哥，辕门射戟他必须是吕布，
没有说赤兔马跳出来的。两军交战呢，跳出来个坐骑，你知道，说给我个面子，你知道，大家都很疑惑，说这匹马它在狗叫什么呀？Shark 说唱节目的冠军，没有什么人认识。他最火的歌就那首《洗牌》，你知道，可能有人听过，你知道。我真的觉得现在说唱其实没有以前火了，然后热度确实没有以前高了，整体水平我觉得也不如以前了。然后只有 Shark 一个人还在那洗牌呢。我觉得一副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勾圈坎尖大小王都在，这叫洗牌。你整一堆3、4、5，最后洗出来一个大王，那叫洗牌吗？那叫出千。他动不动手势就这样，咋了？出千让人把手剁了。当然了啊，我们也在走下坡路啊。我们两个行业属于是在这个低谷相见了啊。我觉得这两个行业相见一定是在低谷，因为就这两拨人的德性，但凡好一点就瞧不起任何人。那就哪怕此刻今天双方都觉得自己在痛打落水狗，只有观众知道，哎，落水狗咬狗。我觉得日子都过成什么样了，还主咖呢？我觉得这个节目就应该叫胡咖，英文名我都想好了 ，Who care？ 谢谢大家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可以，无懈，看着真好，真不赖，真不赖，真不赖。大家千万不要被他的假象蒙蔽，就是真实的人其实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然后大量的说什么癞蛤蟆。我觉得你这段吐槽里面最受伤害的是癞蛤蟆啊！导演老师在片尾字幕的时候要标注一下，录制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一只癞蛤蟆受到伤害。下一位要上场的 Shark。哎，朋友们，看我们讲究吧，是不是冠军对冠军？都是冠军相见。等一下，我们所有的安排就是我们这节目，我们节目怎么胡 care 了？下期别来了。来，下一个上场的 Shark 拿到冠军以后呢，没多久就结婚了。去年其实 Shark 也参加节目了，淘汰了，所以去年没结成。去年结婚的是新说唱2024的冠军。因为这个节目是都很奇怪，就是都是拿了冠军结婚，他们可能不知道现在结婚不用费那么大劲，现在鼓励结婚，放开了。算，Shark不跟你说这些了啊，晚了，让我们掌声有请新说唱的新郎 Shark。加油！放轻松，千万别生气，不会。哎呦，他们弄得挺有样。赶紧研究一个，赶紧研究一个。研究。上个场怎么这么啰嗦呀？让我们掌声欢迎 Shark。大家好，我是 Shark。我知道大家对我们这个说唱圈有一些刻板印象啊。最近说唱上的热搜不是谁 diss 谁，就是谁有感情问题。感觉我们说唱是 diss and love。啊，咱们这个节目不一样啊，只有 diss 没有 love。多虚伪的人来这儿都说实话。哎，适合我。因为咱们人民大学的校训就是实事求是。首先要真心的表达一下对脱口秀的 respect。我觉得脱口秀嬉笑怒骂，针砭时弊。在我看来，脱口秀演员都是艺术家。看看这几位艺术家，长得多像艺术品。我今年最火的歌是《洗牌》，是吧？那今天就从大王开始洗，怎么样？何广智，脱口秀大王。说实话，我不认识。
今天这个阵容确实很像牌局，我跟广智俩王，热狗艾弗杰尼、哈哈曹小齐，4个2。哎，很多人说广智不火，那观众没有新鲜感了，能怪他吗？那冠军含金量变低了，能怪他吗？好不容易拿到冠军了，就是不火，这能怪他吗？我这完全就是为何广智发声啊，完全没有掺杂个人情绪，真没有，真没有。哎，冠军之路啊，非常辛苦，我真的替广智不值。其实证明自己不用得冠军，用嘴说就可以了。何广智，你跟娃娃学呀，你就说我就是国内第1男 Joker。接下来这位，哈哈曹，绰号叫188太子。我以为188是他今年在新说唱的排名呢，刚刚才知道他排第271。还有音效，甚至还有人说他是腾讯太子，新说唱海选就被淘汰了，就这还腾讯太子呢？啊，腾讯世界500强，腾讯太子说唱500强，是吧？咱娃姐真的确实非常想成为国内第1女 rapper， 简单来说，想成为万妮达。万妮达江湖人称说唱武则天。娃娃，你跟人家怎么比？你穿的是新衣，人家穿的是龙袍，是吧？娃姐还参加过吐槽大会，怎么说呢？娃娃在吐槽大会的表现跟哈哈曹在新说唱的表现差不多，哎，哇哇曹。7年前，娃娃说杨超越脸蛋漂亮只会哭，当时我分不清是谩骂还是嫉妒。前段时间刚道歉，分清了，就是嫉妒。哎，这7年杨超越越来越火，娃娃的新衣都穿成了古着，依然是他的代表作。小齐台上 diss 艾弗杰尼，下台就道歉，这不纯蹭吗？我就不理解小齐为什么 diss 艾弗杰尼。艾弗杰尼是所有 rapper 里最 real 的，要不能参加这么多真人秀吗？杰尼哥啊，你再不出歌，等你老了就只能靠走学掐烂钱了。那成啥了？那不成热狗了吗？热狗那是啥呀？热狗那是垃圾食品。接下来这位布姐，布姐是西安人，性格强势，领导有方，雷厉风行。上一个在西安这么强势的女人还是武则天。所以我觉得布姐就是脱口秀武则天。不好意思，娃娃又让你想到万妮达了。我根本没想。小齐精神小伙，娃娃精神小妹。我说实话，小齐和娃娃站在你面前，你只会觉得门当户对，般配。CP 名我都想好了，蛙七七蛙。小齐那段我看了，他模仿 rapper 那些夸张的手势动作，我第一反应就是反感，这不就是耍猴吗？跟普通人看 rapper 的感觉是一样的。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刻板印象，说唱不是这样的。大家都调侃说唱圈学历低，但我想说，才华跟学历没有关系，在音乐面前，只要你有梦想，你什么学历都可以。当然，人民大学最可以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人大毕业生仙儿。可以啊，完美完美完美了。跪下。你们 rapper 是每次上场下场都会这么啰嗦吗？习惯就好啊，习惯就好了。去。难怪有时候咱们说他们哈，但是非常感谢刚才 Shark 的表演啊！
下一个要上场的娃娃，娃娃对脱口秀舞台不陌生，第3次来了，有请脱口秀的好朋友，随叫随到的娃娃，又来了，慢点，慢点，不着急。加油加油加油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娃娃，台下的朋友们，你们好。导演找到我的时候跟我说，咱们这个节目是一个吐槽形式的新节目。我听到现在，我也没觉得有啥新意啊。没关系，你们没有新意，我有。导演还跟我解释说，哎呀，我们这次就是想用幽默去化解 beef。我听懵了，我心想，我跟你们没有 beef呀，你们也没有幽默。不会是想让我来给艾弗杰尼和小齐化解 beef 吧？那这个节目不应该叫主咖呀，应该叫老娘舅。老娘舅，老舅没来，只来了老娘。布姐，我看过你的段子，咱俩一样都喜欢帅哥，但非常可惜，我们都进了一个没有帅哥的圈子。哦，我还可以吧？五花八门。艾热，哦，对不起。米尔艾丽，我看到你，我总能想起艾热，因为呀，只能有一个艾热，往后稍了，只能。大学毕业做了说唱，给自己起名叫 Shark， 啥意思啊？你的同学都上岸了，你下海了。洗牌那个表演我看了啊，咋唱来着？洗牌是这样子吧？歌不错，但是呢，那个舞蹈我没看懂。唱歌的时候为啥？就是为啥你们一直要抓着裤子啊？是觉得这样很帅吗？别洗牌了，洗洗手吧。说完咱们 Shark 这条鱼，我再来说说咱们本场的第2条鱼——长沙翘嘴鱼，哈哈槽。导演之前跟我介绍说，今天有一个刘聪的朋友啊，但是没有火。我说没有火好呀，没有火我就放心了。我的睫毛就保住了。听说刘聪是你的好 homie， 但是你的好 homie 没有告诉你，你不适合做说唱吗？心痛了。我跟聪哥也挺熟的，他私底下我们都叫他尬别，就喜欢玩烂梗。你俩真是奇了怪了啊！他不告诉你歌难听，你也不告诉他梗太烂。你俩这个兄弟情啊，真是 love and 骗子。小齐，我谢谢你，你怼了艾弗杰尼，我们才能相聚在这里。爱听多怼。范志毅老师，我看了你在武哈里一巴掌把艾弗杰尼拍到雪地里的视频，我谢谢你，爱看多拍。杰尼写了一首歌，里面有句歌词叫做签了中国姐 Z 比昂斯。我当时见到他，我私下我就问他，我说哎杰尼，你是不是在阴阳我们厂牌啊？他说没有啊，你想多了。我当时就惊了，我说哎，原来 rapper 被人贴脸也不一定要道歉啊，还可以撒谎。我就做不到，我要说话，我能跪下道歉。艾弗杰尼，你这么能装，
你就是国内第一男装。我的新衣穿了8年，你的男装能装一辈子。说完国内第一男装，我来说说天天戴墨镜的狗哥第2男装。说唱已经是男人最好的医美了吧，还要戴墨镜，狗哥为啥啊？这岁数还戴墨镜，该不会戴的是一副老花墨镜吧？你们不知道，狗哥年轻的时候人就老花了。哎，你们仔细回忆一下，你们见过狗哥摘了墨镜的样子吗？见过吗？有吗？回忆一下。我见过。这么说吧，狗哥要是摘了墨镜，就不是热狗了，是面包。太素了。狗哥摘掉墨镜可以直接去参加新说唱啊，黄子韬也未必给他链子。抱歉，哈哈曹，你的排名又下降1位。272了。有人说呀，我自封为国内第1女 rapper， 澄清一下，我不是自封的啊，我是盖封的。人家夸我是第1，我就扔了呗。那个时候我总不能心里高兴，然后嘴上说，哎呀，哪里，你才是中国第1女 rapper。你们要觉得我不是第1，自己去跟盖哥说去啊，微博上艾特他。盖哥的脾气我太了解了，如果你蹭他，他可能会生气，但是他要真生气了，你能蹭个大的。说唱和脱口秀其实挺像的，这2年节目一直在升级，节目数量也在增加，但是呢，越来越难火。其实呢，有的时候火不见得是好事儿，尤其是当你戴着假睫毛的时候。所以呢，我想告诫在座的各位，想火的同时也不要忘了用火安全，小火使用灭火器，大火使用消防栓，麻痹大意，量事故，小心谨慎，保平安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消防安全宣传员娃娃。没事，男装。好了哈，好了，哎，他这个一套套路有点受不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上来要这个样，下去要那个样，这个套路。你看看咱们的品牌挚友都受不了了，是不是范哥？搞不懂，走路也不好走。范哥，咱俩忍一忍啊，忍一忍。但是确实还要感谢一下这个消防宣传员娃娃，我就觉得防火意识，娃娃确实做得好，娃娃做得太好了，把自己防得严严实实，就怕自己更火。哎呀，了不起啊，特别好。